好，尊敬的、亲爱的爱健康的家人们，大家现在好啊！感谢系统给我成长机会，为今天的 B 训来 ABC 做主持。那请丁总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全球的家人好，们，大家早上好。好的。开课之前，请允许我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哈。我是出生在一个医学家庭，但是阴差阳错进入了那个就是我们的金融行业幻想的这个鼠标一点黄金万两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20年的风风雨雨也是拿到了一些结果，但是其实这个行业也有一些叫黑天鹅，大家有听说过吗？所以鼠标一点有可能是什么亏损黄金万两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当然，学习命运当中的话，也一直在问自己：天生我材必有用，这个才在哪里可能是受到这个从小爷爷对我的影响这个救死扶伤的一个影响这个也尝试过很多的平台，最终被我们爱健康的这个美好吸引美好，成功带动成功生命感动生命这样的一个这个体系给吸引进来所以呢，这个其他平台可能有很多很多问题但是爱健康它满足了轻资产创业能够成功的6大要素。我也从这个进入系统沉浮系统，然后也从0到1拿到了我们爱健康的第一个我们的这个创业的成果百人幸福奖，也拿到了这个进入温哥华旅游的一个资格也希望带着更多的小伙伴去帮助他们完成他们的梦想。今天呢，我们就非常荣幸能听到一场非常珍贵的实战性非常强的一个 ABC 法则的深度剖析和应用。在开讲之前呢，请允许我用几分钟的时间为我们这一场学习拉开序幕今天我们的这个邀请了重量级的主讲人丁建义老师致以这个最诚挚的推崇和敬意首先呢，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在拓展这个事业、链接人脉、达成成交的过程当中，你习惯于单打独斗、一人苦战，还是习惯于借力使力协同作战？我们每个人都渴望成功，但真正的智慧不在于自己有多强，而在于自己能否链接更强大的力量。而今天我们要学习的 ABC 法则，正是这样一套经过无数的市场实践验证的黄金借力系统。它不仅是一套方法论，更是一种思维，是一种让我们能够依托系统、依托团队、依托专业、高效、优雅的开展事业的一个底层逻辑今天这套法则将彻底改变我们面对客户、面对市场，它将告诉我们如何通过精心的会前准备如何通过专业的角色配合，如何通过温暖的沟通和精准的价值传递，它让每一次交谈都成为一次信任的建立，每一次见面都成为一次机会的开始它不仅仅是术，更是道，它根植于利他之心，成就于专业之力，收获于信任之果那今天将用将如此宝贵和如此丰富的系统智慧带给我们的是我们非常尊敬的、喜爱的丁建义老师。丁老师呢，家族投资这个2家医疗器械，但是他就是靠着这样强大的一个链接能力，ABC 的功夫在办公室里面把爱健康做到全球各地。目前也是我们的500人幸福奖他不仅仅是我们爱健康平台上的一颗璀璨的明星，更是一位兼具这个全球视野、实战智慧还有温暖情怀的行业引领者。他对大健康产业的趋势洞察深邃而清晰，对跨境电商与社交零售的融合创新有着独到的成功的实践。他走过的路、取得的成绩，都让他对于如何在新时代下轻资产创业，如何借助平台力量实现人生突破，有着最真实、最深刻的体会。更让我们钦佩的是，丁老师始终怀着一颗赋能他人、成就伙伴的初心。他不仅仅自己做的优秀，更毫无保留的将他的经验、方法、心法无私的奉献给每一位想要成长、渴望成功的伙伴。他不仅仅传授知识，更传递信心，点燃希望。
今天丁老师将为我们系统的拆解 ABC 的每一个环节，从心态准备到实战话术，从角色定位到临场的应变，它带来是经过市场千锤百炼的精华，是能够让我们少走弯路、加速成长的宝贵地图。所以，亲爱的伙伴们，让我们调整坐姿清空思绪，准备好你的笔和纸。接下来用极其这个饱满的状态，最专注的聆听，跟随丁老师的引领，一起走进 ABC 法则的智慧课堂。好，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最开放的心态，欢迎我们最敬爱的丁老师。好的，非常感谢我们团队的新科百人幸福长，同时达成我们加拿大温哥华旅游的 Simon 老师为我做主持。这个我们 Simon 老师是一个非常有才、帅气的一位这个文笔也非同一般再次感谢再次请苏总先在后台稍事休息，喝上一杯爱健康时光咖啡待会儿再把我们苏总请上好，爱健康全球的伙伴们，大家好。再次做个自我介绍我叫丁建颖，坐标江苏常州。我曾经在一家国有上市企业做18年的人事工作，06年辞职下海经商，目前和先生投资经营2家医疗器械实体和1家工程项目公司。在2021年的时候，一同岳阳信息改变了我的命运轨迹。加拿大友人推荐的爱健康公司和产品，让我看到了一个全新时代商机，希望自己能在重资产投资的传统企业背后有一个管道和裂变倍增的永续收入，也有机会可以踏上趋势加优势的快车道在爱健康4年的时间，我借助系统一部手机一根网线，实现了弯道超车，抓住了这个时代真正的财富机遇，不再通过拼命透支健康去换钱，而拥有了税后收入的财富管道，而且在陪伴家人的同时，经营着全球事业。那在这里呢，借助这个机会，也再次感谢我的导师瑞娜老师、冰冰老师和小英老师，还有我团队所有和我一起成长、共同奋战的小伙伴们。那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 ABC 和促单这一个课件也希望能够带给我们线上所有伙伴们在这里成长然后能够用正确的系统的方法来工作，让我们一起快速拿结果。好，接下来让我打开一下 PPT。好，可以看到吗？可以看到的好，今天是昨天我们的来自马来西亚的千人大将军为我们讲的推崇和邀约。那这一切呢，都是为我们的下一步真正的我经常讲的推崇邀约这一块呢，只是前戏那真正上战场就是我们的 ABC 产业。那这一块呢，也是真正让我们每一位伙伴能够在爱健康连接上我们的合作伙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动作。那今天我们这个 ABC 呢，为大家准备了整个这个流程完整的，从会前准备、会中展业、会后复盘到小组复制这一块让我们每个人在这个 ABC 的过程当中，能够从一个小白，最终就像我们的系统311成为一名专业的教练。那这个动作关乎到我们说从成长到成功这个过程。那 ABC 是一个什么呢？让我们首先第一个明白的是，这是一个借力的生意。爱健康，我们特别是我们的系统。那其实我经常讲到我的生命故事当中的时候因为在2011年的时候，我也接触到一家跨境电商一家公司。那个时候第一次接触到这样的公司的时候，
特别的新奇啊。那我拖着拉杆箱跑遍了全球哈，但是呢，其实虽然也是可以借力哈，但是因为经常要跑市场，所以呢，最后让我身心疲惫哈。最后在17、18年的时候，我最终回到了我自己的传统生意，因为并没有拿到我所想要的结果。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真的是感受到，就是爱健康和这家公司最大的区别就是，在疫情大家都知道，在大疫时代，爱健康公司是逆风翻盘，最终有了这样一个那个我们线上的8米爱全球的这样的商学院，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吸引我的，因为我们真正可以做到人在家，市场在全球那所以呢，这是一个可以借力的生意。那我们经常也讲人生3戒你会不会借很重要我们要借势、借智和借力那怎么样借力那借力就是借助别人的资源借助别人的经验和智慧，少走弯路。那我们的系统的前辈都是他们拿到了结果，所以这是一定要学会借力。但是伙伴们我经常跟伙伴讲的你有多会借力，你这个生意就可以做得多轻松然后借用 A 角色的专业和经验，完整的展示平台所有的价值、产品科技和原理那我们黄金借力法则特别是我们小白起步那我们同时也有一些行业人士那作为我们任何一位新进入我们系统的首先第一个是清空自己，用一个归零的心态然后邀请我们的专家导师、行业成功者来为自己的朋友介绍项目在我22年真正决定开启这份事业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的团队伙伴，我曾经在上一个平台也有近2000人的团队其实我也是可以说是一个行业人士，但是当我真正开启这份事业的时候，我是一个非常听话照做的人我的老师们都在国外，那我们对接的时间只有上午的时间到中午到下午其实特别是到下午1、2点钟，老师们都是已经到12点钟、1点钟的睡觉的时间了所以那个时候我真正就做到了这个借力那虽然我是专家在上一个平台我是专家，但是到这里我就是小白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的小英老师当我真正开启了以后，我是一场接着一场，一场接着一场，因为没有其他的方法，都是在我的老师在国外，我唯一的方法就是通过线上但是我真正做到了一个归零，然后就是不断的约人我记得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小英老师因为我约的太猛了然后真的聊到，他说每天都聊到就是深夜大半夜的，然后还没有睡觉的时间就是所以在这里我再次感谢我们的小英老师他说哎呀聊到要焦虑了就是所以呢首先有一个归零的心态，第二个呢清空自己一定要学会用我们的专家那我们的专家就是大 A 那今天我们作为一个 B 角首先你就是一个桥梁，那然后有请我们的这个专家，然后呢再约上我们的客户A 就是我们的专家， B 就是我们的桥梁， C 就是我们的客户。那所以呢 A 和 B 是借力的关系， B 和 C 是基于信任关系。其实我们作为一个大 A 从 A 到大 A， 其实我们不是说你会讲了你就是不需要再借力了。那这2天我们的冰冰老师从加拿大回到国内，然后我们在广东中山碰头，接下来我们冰冰老师又来到我的市场，在这里我也非常非常感谢我们冰冰老师我们一场接着一场的产品说明会这个线下感恩晚宴，我们的线下的 ABC 来到国内了以后，我们就做线下还有我们的这个培训等等一系列的。其实在这里我依然还是要借力我们的大 A， 那我带着团队
我们的很多的秘诀。那最后我们带来的我们的那个新人哈，那在这里呢，我们就是一个信任加推崇加尊敬等于成交。那其实我觉得哈，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推崇加尊敬。那待会儿呢，在后面呢也会给大家展示开来啊。推崇加尊敬，我觉得在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呃那个我讲到这个后面的推崇，首先我们的大 ABC 的职责，那我们大 A 要做什么哈？那首先我们的大 A，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的自信的状态。其实每个人都是从 B 角慢慢成长为 A 角但是我觉得专业技能可以不断的训练而我们的那种自信，我们的气场是比任何就是其他的术更重要的一点因为我们展现给我们的 C 角的过程当中我们是要帮助到我们的那个 B 角，但是其实我经常讲的，在整个 ABC 的过程当中，我们的 B 角是要最起码占到60%以上的重要性。那我们的 A 角同时一定要具备讲个人生命故事、与平台结缘这一些专业的4P， 这一些是必须具备的。那然后作为我们的 B 角呢，一定要学会推崇然后赞美。那 B 角要做什么首先一定是要推崇 A， 然后赞美 C 待会儿我们后面会有具体的方法，倾听和学习。那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出单那待会儿在后面呢，我也会给大家讲到，因为这个动作非常非常的重要，在整场 ABC 当中，除了 A 角的专业之外，我们的 B 角的配合和最后的出单，决定了我们这一场 ABC 的成败。那在这里要注意的是B 角要注意的不吐槽，不接电话，不乱走动，不插话不纠正错误，不打消 C 的积极性。这个先是职责在后面呢我们会具体展开会前准备，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不打无准备之仗。其实会前会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会前要准备哪些东西呢？做一个秘诀其实我们很多新人从列好名单开始，分析好名单再接下来就是做好邀约我们的邀约我们现在有线上也有线下的结合那我们的 B 角其实也是一路的成长，从一个不合格的 B到一个合格的 B， 到最后成为一个这个非常娴熟的 B 那其实我们尽量的少走弯路所以进系统学习非常非常的重要。那首先准备的就是心态我觉得商业的本质是利他。我经常讲的为什么很多人他就是在他的传统当中，或者说曾经他也有非常傲人的职业，但是一到这里呢，他就很不好意思那就是还没有搞定自己。我经常讲的，当你没有搞定自己的时候，你想去搞定他人，这太难了。但是如何去搞定自己那我们就要了解财富的底层逻辑，让我们拥有一个好的心态。首先，财富的能量我们一定要知道，财富的能量它不是说你利己，一定是你要有一个利他思维和利他行为。然后呢，你有一份爱，你要去付出，你要去给予，你要去利他，你要去奉献，你要有一个慷慨的心态，这个才是财富的能量。当你真正有爱、付出、给予、利他、奉献和慷慨的心态的时候，我们是无所畏惧的所以呢，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心态的准备心态的准备，利他才是最好的利己第二个，明确知道对方的需求请大 A 来进行需求的专业的展业杜绝没有挖到 C 的需求
随便上来听听不说话啊。其实，在我们展业的过程当中，我们碰到很多很多，真的就是约到线上来，我们经常讲的无需求不展业，你不知道对方的需求，你就约到线上来，这个 ABC 是一个非常失败的，而且还有一个哈，就是那个我们的 C，我摸到他的需求啦。我们的 B 姐说，我摸到他的需求了。我说需求是什么？需求是赚钱啊，需求是赚钱。然后我就说，第一需求是什么？谁不要赚钱，对不对？我说有钱人都想赚钱，哪怕有钱人人家财富自由了也想赚钱，谁不想赚钱？但是我们要的是什么？第一需求。为什么要赚钱？他背后的声音是什么？如果你没有听到他背后的声音你就不知道他的需求。所以呢，我们在前期的这种摸需求，基本功你一定要打扎实啊。如果只想听不想交流，那就听事业说明会就行了哈。先让他听，而且我也会让伙伴们，以前呢谁邀约我就可以来聊，结果就发现很多次都是浪费时间啊。那现在呢，我都会要求先去听一场事业说明会有一些初步的了解什么都没有都不知道往线上约，真的是很浪费时间。所以我们在座的很多新人们一定要先摸需求，第一需求然后让他带着我经常讲，让他带着问题来，那就是最好的啦。那这个交流起来就非常畅通那推崇加邀约，这个昨天我们就讲了那在这里呢，我觉得推崇真的你很重要，你这个邀约话术也很重要。那很多人他的邀约来，你来听听或者说用其他的方法把别人邀约来了人家稍等人家来的莫名其妙可以这样讲然后就无法切入话题，所以这个专业的这个推崇加邀约特别重要那我们还有一个 ABC 的模板我不知道其他团队有没有。那我们每次要做 ABC， 一定是先要把这个模板先要填好呢，就是这样的一定要填好。我们还是在规范一点那个越详细越好越详细越好。而且呢，就是作为大 A 们的事情包括 A 老师事情也比较多，其实很容易会忘记，特别是一些重要的点。那写下来了以后呢，那我们就可以很清晰然后做一些前面待会后面会讲，我们都会做一些预先的工作我记得我一开始还没有那么专业的时候我就会提前做功课。那提前做功课会做哪些功课呢？就会根据我们C 的需求会准备回答他的一些问题，做好笔记我记得我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还翻资料找到哪个问题那个资料我记得在写在那里，然后要翻开来翻页然后对方那个 C 他还说，哎呦，你们的老师还在翻资料说的不过没有关系，显得我很重视他然后我就说是呀，因为我很重视你，我要给你最准确的讯息最完善的最完美的一个答案我不希望我的不专我的那个就是会带给你一些误解所以呢提前我们 C 的情况一定要了解那个 B 诀要填好。然后呢，现在我们还要线下时间地点或者腾讯会议号提早就发通知。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比如说隔天那提前邀约了1-2天，那在隔天的时候一定要再做提醒，然后在开始之前呢几个小时我们再做提醒一定都要这样然后还有我们提前会后会必要评估 C 的需求，讲给 A 听确定谈单方向，我们在哪个需求里面深挖然后呢A 呢一定要做好准备一定要做好准备你有多重视这场会议，就有
啊，特别是 B 诀哈，你有多重视啊，就有多成功啊，充分的会前会议，好，汇中展业啊，那刚刚我也讲了啊，你放下得失心。还原利他心态，我们经常讲的心中有大爱，分享无障碍哈，这个已经是我们经常放在嘴巴里面讲的哈。其实就是所有风水当中，第一风水一定是人，人的第一风水就是你的心啊。这里又讲到心态，《了凡四训》当中曾经有一句话说：“一切福田不离方寸。”方寸就是指的我们的内心哈，你的内心装的什么哈，这个很重要。我刚刚也讲了哈，财富底层逻辑哈，就是利他和爱，利他和爱。当你满满的装着你的爱去爱对方的时候，你是无所顾忌的，因为你希望带给他更好，对吧？所以让 C 带着美好的期待走进我们的那个爱健康的大家庭，我们就是利他啊，不苛求，我们就是用非常放松的心态，你就很放松，那这一场其实就会很成功的啊。好，准备时间啊，那在这里我也经常会跟伙伴讲，有的伙伴说，哎呀，你准备2个小时，我说你千万别说2个小时，你一讲人家吓坏了哦，你就说1个小时，对吧？那很多我有一些人他说，哎呀，没时间，那我就会告诉他。跟伙伴讲哈，你就告诉他啊，一个小时啊，这样我们那个，但是在聊得很欢的时候，那不要说1个小时、2个小时他都愿意聊啊，所以这个过程啊也很重要。那 A 和 B 都要准备笔和本子做好会议记录。我以前都没有认真的记录，我记得有一次跟雨露博士。哇，他做了很多的笔记，他都记下来哈。哎呀，我说太认真了啊，我就觉得我也要就是对方 C 觉有问题的时候，我马上记下来。待会儿我会根据 C 的问题，我做完美的回答。以前我都是强记在脑子里面但是我会发现，没那么就是那个记得清楚了哈。这个也是我的一个态度哈，做好笔记。然后呢，还有在这里我要提醒的是一个什么？坐位置哈，很有讲究。我们现在如果你做线下的话，坐位置啊，大家看一下哈，A 和 B 要把 C 加在中间啊，A 和 B 要把 C 加在中间。那在这里还有一个大忌是什么哈？A 千万不要去跟 C 面对面坐。我觉得只要面对面做，就是有一点那种对立的感觉啊，就是特别是新人啊，他会有一种对立啊，然后没那么舒服，因为什么呢？为什么 A 和 C 要做得很近呢？那在我们的触单环节当中，我们可以有一些肢体的接触。那当我们一旦有肢体接触的时候啊，这种就是摸一摸，特别是同性哈，女性可以摸一摸手。摸一摸肩膀，摸一摸大腿那个拍一拍腿这个肢体的接触会马上带来这种亲近的感觉所以尽量你能够在那个摸得到的地方不要坐得老远摸都摸不到，这种肢体语言就没有很好的这种接触感那男性呢可以拍拍肩膀，同性的男性可以拍对方的肩膀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肢体语言好，那线上的话呢，尽量就打开我们的视频，因为如果不打开视频，我们就出现一边买菜一边谈单，一边逛街一边谈单，这个怎么谈呢？是不是？所以当你要求他打开视频，一看他不合适，好，那我们就下一次。那我们也是高姿态，我们的 A 觉的时间是很宝贵的，没有时间说你在逛街的时候来帮你谈单，这是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我们高姿态所以一定尽量打开视频。好，那推崇。特别的重要进入会议室，我们的 B 推崇 A， 其实我觉得这些话术都是可以学我觉得话术哪怕你背一下都很重要，但是在这里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反推崇。是什么我们经常在谈单的过程当中会发现，我们的 B 觉，哎呀，好不容易约来了 C， 然后在 A 觉面前一通狠狠的赞美把我们的 A 觉都冷落了这个是特别不好的但是我们这个昨天也讲了推崇能够提升 A 的气场让我们
A 的这种能量哈，我们小英老师特别可爱啊，我每次把他推崇啊，他说，哎呀，他说我们建英老师把我这么一推崇，我都很想见到这个人啊，我的感觉啊，他的能量一下爆棚啊，就是感觉，所以我们做好的推崇啊，让我们的 A 觉啊那种自信心那种感觉是特别好的，当他的感觉一好。他给你输出的这种能量也不一样啊，气场也不一样，所以大家要狠练这个推崇啊，让自己成为推崇高手啊，不要吝啬你的推崇。但是呢，一个要特别特别注意的点，你这推崇不要很假啊。刚刚昨天也讲了哈，你那个我记得我们 ABC 的时候，以前我们的一个小伙伴他就照读，哇，那个读的那个感觉就在读书啊。就也很不好。那你这个推崇是要很自然的哈。我觉得这个推崇啊，我觉得我自己的推崇，这个还是挺厉害的啊。在我们团队当中也是那个很有水平的哈，经常会训练我们的小伙伴啊。好，然后那我们的也要赞美 C 啊，适度的赞美 C。那因为我们的 C 觉它也要有存在感哈，但是不要过度的去反推崇，在这里一定是突出我们的 A 啊。那整个流程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那个 B 觉介绍推崇 A 以后呢，我们的 A 呀就要开始接麦啊。那我们的 A 觉一定是要展示自己的专业哈。那我在这里我觉得哈，就是我们的李斌老师。包括我们的小莹老师啊，大 A 们啊，在这里越来越练哈。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定第一个开场要带来一个轻松快乐的氛围很重要。哎呀，开场那种带给马上把 C 啊，因为 C 过来的时候，跟我们的通过一通介绍以后啊，跟我们的 A 觉并不认识，很多人一开始是特别包裹自己的，很包裹。那这个时候我们的 A 觉的这个，哎呀那个一通就是赞美。赞美，然后或者说互动然后找到一个话题点先就是互动一下然后开心让对方先开心的笑一笑马上这个气氛就轻松下来了哈。所以其实我们那个谈单ABC 一定记好了哈，就是聊天然后就是利他不要把这个 ABC 搞得特别紧张，特别是我们的新的那个 B 觉每次就是新人他就会有点紧张那不用紧张我们有多放松一定要放松心态然后相互的之间的这种寒暄相互之间的这种找到话题点大家笑一笑，马上这个心门就打开了好，在这个沟通过程当中，那么 A 觉要7次以上的认同肯定和赞美。那 A 觉的专业很重要然后 B 觉呢配合很重要刚刚后面我们也会讲到也会讲到。那特别在这里一定要注意的一个点是什么我们的 A 觉和我们的 C 觉千万不要有正面的冲突我记得就是我们其实作为 A 觉一开始的时候还没有那么熟练的时候，当 C 提出问题的，有的时候我们会直接性给予那个就是打击然后我就否认一下就把 C 的那个那个心门就给关闭了你看其实我们这里我们大 A其实大 A 一定是多次的锻炼通过自己的生命故事，所以在我们这里生命故事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我们这个生命故事根据我们的秘诀是需要有不同版本侧重点的生命故事。那所以我们为什么一来这里我们的新人们我们要过关我们的那个新人起步讲好生命故事，故事太重要了用故事去感召但是这个故事一定是真实感人的我们不要去编造故事我觉得任何的成交没有有的人他说你有什么诀窍？我说唯一的诀窍就是你的真诚，你有多真诚，你有多真实，你就能够多吸引到别人我们没有任何的那个唯一的心法，就是真诚。然后用价值去征服产品价值、平台价值，这个时候我们的专业度
那第三，用团队去吸引圈层圈层经济，我经常讲的圈层经济，用系统。那我也经常讲，为什么我来做啊？如果这个生意是天天需要跑市场，在线下到处跑的，全国跑甚至全球跑，那我肯定不会来做。那但是为什么我现在会来做？就是我们的系统吸引了我啊。那还有第三方背书然后先验那个用经验结果去证明这个4年小白的结果行业的时候，我正好4年时间然后真的在这里，我感受到对于我们做企业的做生意的来讲，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轻松。虽然我现在有500，我经常讲的，我有500员工但是不需要我发工资不需要我那个有任何的，你看到年底了没有应收款我就觉得没有任何的业绩的压力我除了帮助小伙伴成功，帮助更多的人成功，是我唯一的目的。我觉得心中装满着那种就是能量，是带他们拿结果，没有任何的说这种压力，用结果去证明然后用先机去触动先机。那爱健康就在爆发的过程当中所以每个人都要抓住机会。其实讲到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去展业的真的是热血沸腾的，但是有一点要再注意的是什么？不要 A 在自说自话，哇，讲的这个可带劲了都不知道对方在干啥讲你自己想讲的而不是讲对方想听的，这个是非常，所以大 A 的发问特别的重要但是呢，我们的秘诀呢，你的配合又很重要，适时的切入话题我们的秘诀，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看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经常碰到的是那个毕姐讲完介绍完，他还不是推崇，他是介绍我们的A 老师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把他的那个职业读一遍。好今天把我们的 C 他是做什么？好，来有请我们的 A 老师。好了，结果就没他啥事，他全程不说话，全程停止，然后我们的 A 就在那里就很尴尬这个是很失败的但那还有一种呢，我们的 B 呢一直插话一直插话，然后还要去纠正。我刚刚前面讲了他还要来纠正我们的你说错了，不是有一些我们 A 还没有那么那个专业的这个 A 刚刚成为 A 他还要去纠正我们的 A 你这个不对其实我们这个推崇，刚刚前面我讲到尊重、推崇、尊重这2个字就先讲推崇，你是发自心底的欣赏你的大 A。我们的秘诀，你先问一下，你有没有发自心底的去欣赏你的大 A， 还是迫不得已，哎呀没有办法，只能请他是假惺惺的，这真很重要。其实在你的每一句话当中都能够显示出来，你的哪怕你每一个动作当中都能显示出来，你是真的是在推崇他还是欣赏他发自心底的。还有那个你看我们在谈的过程当中常犯的错误，过度推崇要么就是不推就推崇他的就是介绍。然后什么叫推崇呢？叫能人加好人。他有什么样的他的就是人品。我经常讲的，你这个推崇里面一定要加他的人品。他是一个什么特别愿意付出的人，他是做事情特别认真的人，他是一个很细致、很细心然后他对团队的伙伴无微不至然后他很有耐心，怎么样这个是对他的人品很务实、很踏实，怎么样然后不要过这个，当你对他的人品宣传的时候去表扬的时候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的那个动作当中，如果在我们的线上还好，特别是在线下我们很多 B 推崇完了，他就在他的动作的过程当中，他并没有那么的尊敬或者尊重他的大 A， 要不然就是打断要不然就是那个他的那个行为
就比如说，哎，他倒水，他就光顾着给他的 C 角倒水哈，不给 A。当然，我们在 ABC 的过程当中，在正式展页的过程中，大 A 在讲的时候，千万不要一直倒水啊，打断大 A 的思路，你就坐在那里默默的听我们讲的啊，点头微笑。大A 在讲的时候点头微笑啊，还有我们经常开玩笑，心中数钞票啊，你就在那里静静的听，做笔记啊，然后啊带着微笑啊，然后对我们的大 A 非常的尊重哈。然后呢，如果大 A 聊完了一段，在互动的时候啊，或者说可以的话啊，不是最重要的话题的时候，在闲聊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先给大 A 倒水，给你的 A 先倒茶，然后再给你的 C 倒茶，时时处处显示你很尊重他啊，然后再给我们的 C 啊，切记你不要去纠错啊，有的人很不耐烦啊，错了啊，这个不对，还去会给那个 A 啊去纠错，其实就是有错，你也不能啊，就是我们完了以后会有复盘的动作哈，那这个时候你会显得很不专业呀，对吧？让大 A 显得不专业啊，而且也不尊重。那最后呢，就是促单 B 要及时和 C 促单啊。那其实呢，我们的这个 B 啊，甩手 B，我们经常还会看到甩手 B 啊。甩手 B 会做什么事情呢？啊，你们聊啊，你们聊，还有人他会啊，我去接个孩子来啊，然后他就走了，那留下了 A 和 C 在那里。那 A 和 C 再怎么讲，人家也没有，又不认识，对吧？讲完哦，有的时候那个 C 啊，他你看你也不看手机啊，打电话啊，很不尊重，然后一场 ABC 就是很失败啊。如果是线上的话，不打开视频的话啊，我们的大 A 一个人在讲啊，然后那个 C 啊自始至终没有声音啊，也不知道他在干啥啊。这个 ABC 也是一个特别失败的 ABC。都是我们要在谈谈的过程当中特别要注意的事情啊。还有啊，很多时候啊，我们这个 B 角啊，等着 A 出单啊。那这个出单的过程当中，我们说我们在谈单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叫亮剑哈。首先，我们的 B 角的亮剑特别特别重要哈，亮剑。那你到我们的 A 角谈到最后的时候哈，我们通常配合也是会有一些默契啊，就是说，哎呀，恭喜你今天这个人啊，你又找到了一个大黑马啊，我们非常好的一个人选哈，我们今天聊下来也非常开心。其实这个时候的一个信号就开始出来了哈。那这时候啊，我们的 B 角哈，我也有很多可爱的 B 角啊。那在这个触单的环节，他就会，当我们的 A 角已经讲的非常非常好了哈，他马上他一接过去的时候，再把自己的一些话再讲一下哦，这个公司怎么样哦，这个产品怎么样哦，我吃了产品以后怎么地啊，就在那里一直的唠，他没有一个这个最后的啊，我们要亮剑，亮剑。然后圣邀，然后承诺，这个动作是要我们的 C 角去做的，而不是让B 角去做的，而不是让我们的 A 角去做哈。态度要明确啊！如果不会做出单，就请 A 做。那有的时候我们碰到真的不会做、不会出单的 B 角，实在不出单。没办法 ，A 角得上啊。那我们就说，哎，来看一下，我们来看看啊，今天你听下来有什么样的问题哈，然后交流。那交流的过程当中，这个C 角啊会提出问题哈，有的时候会说啊，考虑考虑啊，我回去问问谁啊。那这个时候B 角通常说我们的 B 角你要考虑什么？你觉得要哪一块还需要再了解来。我们现在就跟我们最专业的我们的某某老师在一起哈，你现在有问题就问。他说要回去问这种反对意见有很多很多哈。那这个时候
我们 B 觉的态度决定了 C 下订单的速度。我们的信心要饱满哈。这个时候啊，其实真的啊，我们刚刚我讲了心态，这个时候你又要回到心态，你的坚定很重要，很重要啊。我说的亮剑夺标，圣邀承诺，这个时候啊，如果你没有这个态度出来，这个 C 是很难当场啊就那个拿下的哈。那那个我记得我们在上一个平台哈，因为我们都是做线下，我们千里迢迢，比如说我在江苏，比如说我去见我的会员啊，我要赶到北京。所以当时我们上一个系统，我们的老师是去就是为了拿下啊，去就是为了拿下，所以我们训练了很多很多出单的功夫啊，出单的功夫，所以真的就是我们当场拿下的这个几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哈。所以呢，其实这个也是需要刻意练习。那不会出单的时候就是要那个训练哈。那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碰到很多B 觉他会当 C 觉有意向的时候，他说哎呀你不要急啊，这真的会有这样的事情啊，真的会有那个这样的就是 B 觉哈，因为不是很专业。那在这里呢，我特别要讲一下我们的出单缔结成交、信任成交。其实我们为什么我们说前面要让他有所了解？如果说他今天谈 ABC， 啥也就是比如说事业说明会产品什么都没有听过的时候，你约一个大 A 来的时候，那大 A 就成为了你的，就只能讲产品什么，就是简单。但是如果说你今天他已经听过了，再上来听，带着问题来听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今天来就是可以成交拿下那这个时候，因为我们就是那个他有了一定的基础，他愿意再来了解，也一定是有兴趣的，对吧？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我们的这个3大成交：信任成交、情绪成交、专业成交基于对 B 的信任，对 A 也有信任，虽然没太听懂，也可能签单，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跟我们的 B 觉的这种信心，包括信念也很重要还有一个有些人他就是感性被这个状态被这个现状，包括我们的 B 觉的承诺我们说为什么叫圣邀承诺？你敢于承诺，人家跟你就敢，就是有希望希望在一起成长还有一个专业成交，还有一种就是被大 A 的专业讲解，被项目价值认知到这是一个机会愿意跟随。我刚刚讲的前提就是需求准确因为产品需求、事业需求，对吧？缔结成交的这个3个情况，还有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出单其实这个整个出单不是说到最后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这个展业的过程当中我们的 B 觉其实我觉得 B 觉的这个自信很重要的，你的那个笃定也很重要，大 A 的专业很重要，但是 B 觉的这个自信而且 B 觉作为一个桥梁来讲，在整个谈单的过程当中，你的这个就是链接能力就是包括就是发问链接或者说起到一个就是这个桥梁也就是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到一个互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的很多新的 B 觉，他就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就全程由大 A 来讲那但是就是那该讲话的时候，我们有信号发出的时候我们的 B 觉，比如说 A 角在那里停顿，其实也就是等着 B 觉来衔接一下或者说你可以做一个出单，第一次出单，那还有第2次出单，还有第3次出单，对吧？我们要抓住机会。那比如说，那其实会有很多的信号放出来的。我们的 C， 其实我们的 C 觉如果他的问题越多我们很喜欢那种有问题的。那有一种 C 觉自始至终他就听你问他没有问题，你再问他没有问题
啊，他说没有问题，经常会这样。那没有问题就是我经常说的最大的问题，也就是说他的心里面有很多的卡点啊，他不愿意说出来啊。那比如说当 C 他会来问价格、问案例、问怎么吃、问效果、问怎么挣钱，有质疑的时候都是成交的信号啊，就有成。那这个时候我们的 C 觉要去做什么呢？我们在我们团队，我们的玉峰老师，我们有几个承担高手哈，我们这个有几个百人幸福的，特别都是成交高手，直接说这些你都不用担心，来然后这个时候他就会做承诺，来我们一起合作我保证给你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我们一起合作一个我们一个什么样的结果3个月如果拿不到结果，来这个买单的今天你投资的这个钱我都可以给你，你一定要来按照我们的系统的方法，3个月、半年我给你，你要什么样的结果，对吧？就是真的就是给到对方敢于承诺所以我们的圣邀承诺，圣邀就是来我们来一起来合作那你看我在这个那个爱健康，我也有了一个非常全面的了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或者说我觉得这个那个赛道我们一定要做个加法，你看哈，做加法，做备胎，做朋友，其实我们就是那个把这个事业做一个加法，很多人都愿意，因为就比如说，就像我自己，我一开始也是慢慢的进入系统，在自己的主页上面做加法如果说就像我们团队的很多的小伙伴手里现在也都有，就比如说都有一些项目在做我们就比如说我们做保险的也是做加法，对吧？昨天我们晚上开感恩宴，人家做茶叶的，如何做上一个加法，对吧？那慢慢的自然而然他会做筛选备胎变主胎备胎变主业，就像我自己也是的到现在我已经把公司的很多的事情全部放下，我的全身心就是投入在爱健康。到24年的时候，我基本上就把事情移交了。那做加法，那第二个做备胎，那我们前天是也是一个做药品的一个年轻人，94年的，我就说你一定要有个备胎呀。现在这个生意你好做吗？他说不好做，对吧？不好做，那你要不要找个备胎，对吧？他说是的，我要找备胎，对吧？还有一个做朋友，那你愿不愿意结交一群高知高能的1年以后、2年以后、3年以后，那很多人说，哎呀，我的身边都是穷人他们没有这个意识那我就会说，你身边都是穷人是吗？那你想不想让你的身边变成全是富人？想那想你觉得圈层你结交的朋友重要吗？重要。那今天有一群高知高能的这样的圈层的那个这样的公司能够让你结识到越来越多的优秀的朋友，你要不要来听？要不要来？要就跟我们在一起你先那个成为我们一员，对吧？那还有就是很多人他会觉得说，哎呀，让我花钱，哎呀，我不要吃这个产品我觉得我很健康，或者是我在吃其他产品，他就总觉得让他来花钱。我说这个钱你一定把它作为一个生意的投资款。有什么样的生意，你最大$4000就可以让你拥有一个全球的代理权，拥有一个未来还有一个那个股权的这样的机会，对吧？你还有资本市场的收益，这个钱是让你来当做生意的就是说我们的资本投资那在这里呢，其实在出单上面我还得再讲一下就是这个出单的4力那个自信力沟通能力、影响力、把握时机的能力很重要你的当场的你的自信不管是线上线下，你的语音语调铿锵有力然后你在线上的你也可以通过网线照样能够传递出去你的那种坚定，你的执着，就是我经常讲的当对方反对意见一出来的时候，当 C 觉的反对意见一出来，我们的 B 觉
很容易就为别人的理由而买单。我经常讲的，伙伴们，我说我们一定要有感召能力，你不要轻易的被别人去感召，为别人的理由去买单。别人理由一出来，你马上你甚至于我们的 B 觉比 C 觉还要叫体贴是这样的好的好的，我说千万不可以，你一定是要去感召，然后你不要被他的理由所收买，你要把他的所有的理由，你要把它最后要克服掉。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执着特别特别的重要，还有就是你的沟通，你的这个时候你的这个也要适时有一些你的故事你的案例拿出来，包括就是做事业的信心还有把握时机，适时的切入，看到他有信号那个释放出来的时候，一定抓住机会来，不要考虑了今天我帮你做一个决定，这个很重要，听我的既然你这么相信我，来吧，我们一起合作，对吧？来吧，这个先从产品开始，产品你肯定要吃，对吧？这个来把那个有很多人已经提前注册，如果没有注册，来现在就帮你注册，好，来接下来帮你选套餐来就是你相信我，来2个套餐$4000还是1950，然后告诉他套餐送多少，帮他做决定，特别特别的重要然后呢如果是线上的话就这样然后线下的话呢，那我觉得这个方法就更多了那我经常讲的就是我们可以促膝谈心坐在旁边，就是眼睛盯着这个时候我们的 B 觉得眼神坚定特别的重要，你的眼神不能飘我刚刚讲的心态的准备这个时候利他心，财富能量就是利他，你一定要告诉你心里默念，我今天我真的就是利他。爱健康公司这么好，你看我们每一个我们的百人幸福长300、500、1000人大将军，真的是帮助和成就了多少人。你不要担心他来了会怎么样，不要想太多，你就告诉他所以这个时候你的促膝谈心很重要。第二个呢，目光坚定。你的目光有多坚定？那个我经常讲的，有的人那个目光眼神能够吃人那但是你这种眼神真的给到对方是信心。所以呢这种就是线下的这个这个触单，其实我们经常讲的，我们的谈单可能你半个小时讲完，最后就是另外的半个小时，甚至于还有大半个小时，都是用来解答问题加出单。解答问题加出单问他问题解答完，好，来，那我们就开始我们合作。那接下来他再来一个问题，好解答完再来就是来不用考虑了我们就开始吧真的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我们可能就是很多次问题问完再来出单问题问完再来出，就是这个过程这个是真的是要去练最后呢我们就要做一定要做复盘还有一个24到48小时的跟进，非常非常的重要，一定要跟进我们的 B 觉，很多 B 觉谈完单以后，他就再问他跟进没有，为什么不跟进？其实担心害怕，有很多的恐惧就怕对方去拒绝又怎么样呢？对不对？至少我说人家的拒绝，你也知道他拒绝的点在哪里，这个很重要，对不对？那你要从拒绝当中成长，拒绝当中总结经验，这个很重要我们有检视表还有我们的小组复制的过程，我们ABC 我们也有演练真的就是无数次的演练，让我们 B 角越来越就是成熟，然后我们的 A 觉得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提升得到就是一场又一场的 ABC， 让我们不断的提升这个是我们的最主要的基本功那这个就是我们聊天的这个话术8点钟好的，那我们不同阶段提问和参考，我们看一下这些发问都是可以去给到我们用的好然后大 A 要协助 B 去促单然后就是自始至终我们运用我们的整个就是3F 原则然后最后协助出单然后是整个一个，如果是一个完美的一个 ABC， 一定是开心的、愉悦的
啊，然后就是互动的哈，一定是互动的，然后有说有笑的，那越是开放的心态，越是这种开心的，这个成交的几率一定是最高的啊。然后最后呢，就是我们的必缴的出单，最后还有就是跟进，整个跟进再加我们的复盘，好吧？那我今天的我们的 ABC 呢就讲到这里了哈，最后也祝愿大家哈，在这一次我们最后的你看我们的总裁特别特别的，就是我觉得公司特别的好啊，特别的感恩我们公司又给了我们3天再来点开 K 计划，我们让我们更多的人在这个今天我们还有2天时间。能够参与到我们的 K 计划让我们更多场的每天，我说最少3场我们的 ABC 哈，让我们快速的成长，让我们从 B 角成为大 A 然后让我们的事业快速的腾飞好，祝福大家。那我今天我的课件就到这里好，感谢。我来结束共享。好好的，谢谢我们的丁建议老师给的干货大家已经不自觉的献出了你们的鲜花和掌声。那最后呢，因为时间关系，我就送给大家6句话就是稻盛和夫的6项精进所以说今天可能大家每一天都要学习，但是有些成长快，有些成长慢。那么希望大家都用这6项精进来这个对照自己那你的成长速度每一天都在进步，都会非常的速度，你1年以后你会感谢你现在不断进行精进的自己第一个，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钻研比谁都痛苦，锲而不舍，持续不断精益求精，有闲工夫发牢骚，不如前进一步这个很重要哪怕只是努力1寸都会有很大的提升。第二个，谦虚戒骄确实我们讲这个人生八股里面就有这个方面的东西所以谦受益一定是中国的古话。第三个，每天反省自己也就是说，如果说成功有一个父母有一对父母，那你的成功之母是失败，但是成功的父亲是谁呢？是反省。每一天的反省对于我们的成功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那第四个就是活着就要感恩真的感恩是最强大的宇宙能量当你能感恩空气、感恩阳光、感恩雨露的时候，也许你的生活就不一样了。第5点呢，积善行思利他。所以呢，我们讲系统一直讲利他之心非常重要，尤其现在的这个宇宙要升维包括我们个人在这离火大运利他之心非常非常的重要。第6，不要有感性的烦恼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有很多人就陷入了这种感性的烦恼这个是不是我讲的人家会怎么样想，人家怎么看当你有很多这种感性烦恼出来的时候，你就影响你成功的速度所以我们就是把这6项精进挂在嘴边，每一天的能够对照自己，那我相信你的爱健康之路一定能快速拿到结果。好，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丁总还要把麦给谁吗？给可以了，我今天就到这里，可以是吧？再见。那要不要碰一下碰一下可以。帮我们留个影谢谢。好，就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祝大家爱健康帮助500万家庭实现身体健康、财富自由、灵魂兴盛。好，拜拜。拜拜。